Hello， 大家好。这几盆迷你蝴蝶兰是我众多蝴蝶兰之中的一部分。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美丽的花之外，还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们各自不同的种植方法。蝴蝶兰的种植方法有很多，可以用树皮、陶粒、木炭、水苔、水培等等等等的方法。首先看一下这一颗蝴蝶兰，这颗蝴蝶兰的花非常的清雅，活泼可爱的样子，看着就非常的舒服。再看一下它这两朵花，这两朵花是变异的，这两朵花都没有花裙，其他的几朵花都有一个紫色的花裙，就这两朵花没有，非常的特别。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花没有长花裙的。这些蝴蝶兰都是没有名签，所以也不知道它的父本母本是哪一个。没有名字也没有关系，只要花是自己喜欢的就好。通常我买兰花也是看到自己喜欢的兰花才买。这个蝴蝶兰是用水苔种植的，杯子下面是用了一些陶粒，根部的中央是用了一小团的椰子纤维。这种种植方法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，因为当时这颗兰花的根系非常的细小，如果全部用水苔种植，有可能因为水苔太多而造成烂根，所以就在根部的中央就放了一小团椰子纤维。椰子纤维不吸水，而且它非常的蓬松，可以保持里面的空气的流通。这一盆是 Sogo Vivian， 它是用陶粒、木炭、珍珠岩种植的，混合了一点点水苔，根也已经长到杯子底下面了。今年的花的颜色好像比去年花的颜色要深一些。用的陶粒、木炭、珍珠岩都是比较大块的植料，为了保持里面植料的湿润的环境，稍微的加了一点点水苔。我觉得这个花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这颗蝴蝶兰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叶子，它的叶子是有叶翼的，光线强一些，它的黄色的颜色就多一些。再来看一下这一盆，这一盆的花刚刚打开，花的颜色也非常的耀眼。这颗兰花的根就显得非常的恐怖了，看一下它的根，都是气根。这颗蝴蝶兰是种植在陶粒、木炭的植料里，因为长时间用外杯，它里面的根都是白嫩白嫩的。这些蝴蝶兰我昨天给它们浇过水，看一下它湿润的程度，到现在杯子还有水滴下来。我这里的空气湿度比较干燥，所以多一点水分在杯子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再来看一下这一盆，这一盆是一个高芽，去年才从它的母本里面剪下来。剪下来之后呢，是用陶粒种植的，没过多久，根就把一个小杯子长得满满的了。我就把它拆下来，用一个玻璃瓶子这样种植。这种种植方法应该叫裸根种植吧，根还粘着几颗陶粒，也没有办法弄出来，我就由它去了。等它慢慢脱落了，我就把它拿出来就好。看看它的花朵，植株这么小，而且是第一次开花都能开出5朵这么大的花来，花的颜色也非常的漂亮，
这种嫩黄绿色的颜色也非常的清新。看一下它的水位，每一次杯子里面的水完全蒸发掉了，我就加这么一点点水，等到下一次全部的水蒸发了，又重复这个动作，就这么简单。再来看一下这一盆，这一盆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这种种植方法。这种种植方法只是根的中央放了一点点水苔，经过几年之后，这个根都已经把这个杯子长满了，里面的水苔几乎也看不见了。看一下它们的根长得非常的好，这种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要里面的根已经完全发白了，就往里面喷一点点水。再来看一下它的花，今年的花长得非常的茂密。看一下底下面都长满了花。买的时候，老板告诉我这一棵花应该叫做芝麻蝴蝶兰，因为它的花瓣长满了这些小斑点，就像撒满了芝麻在花瓣上。我也没有上网去查过是不是真的有一棵蝴蝶兰叫做芝麻蝴蝶兰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看一下这里，我用了2块泡沫把这个花梗分开，因为它的花苞太多了，长得太茂密了，如果不把这个花梗分开的话呢，花都长在一起，所以用了2块泡沫把这个花梗稍微的分开一些，让花朵有更多的空间。蝴蝶兰我不喜欢用棍子把它的花梗支撑起来，我喜欢它就原始的这样随着，这样我感觉是有一种自然的美。这棵蝴蝶兰的花期非常的长，去年好像开了有4、5个月的样子。一般超市的兰花比原生种的兰花的花期又长一些，一般都能开4、5个月的时间。再来看一下这一棵兰花，这棵兰花是我众多兰花之中我比较喜欢的其中的一棵。看一下它的花的颜色，照眼看上去就像黑色的颜色一样，感觉上它是红到发黑的颜色，在太阳底下看它是深红色，如果灯光暗一点的话，它直接就是黑色了。黑色之外，它的花瓣的边缘又有一道非常亮丽的黄色，非常的特别。今年的花开得也非常的茂密，2只花梗开出来的花都非常的整齐，而这里又长出了一个次花梗了。一共开出了16朵花。这棵兰花是用水苔种植的，因为根已经跑到外杯里面，都沾着外杯了，里面这个杯子都拿不起来了，拿起来的话，里面的根都会断的。我以为用刀片把这个塑料杯烫成一道道的洞，根就比较难跑到外面来，没想到根还是跑到外面来了，而且把外杯都沾满了。平常我给它浇水，只是倒一点点水在外杯里面，让这些水苔自己慢慢的吸上去，也没有留意，后来才发现根已经长到外杯底下面了，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。这6棵蝴蝶兰有6种不同的种植方法，每一种种植方法都非常的成功。只要掌握好浇水的方法，不论用什么植料、什么方法，都会成功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。
祝大家养兰愉快，拜拜。